月面戰爭。這款遊戲按照日版的原名直譯叫列克塔里斯，還有另外一個英文名 Military Madness 軍事狂熱，以科幻戰爭為主題的策略模擬類型。該名字命名的遊戲有一個系列，由哈德森開發，從1989年到2010年推出了10幾部作品。在2012年哈德森被科乐美收購之後，這個 IP 就再沒有推出過新作。本作是系列的第一部。21世紀，人類成功登陸月球，但各大強權為了爭奪月球的資源，形成了激烈的衝突。其中蓋奇帝國尤為強勢。2089年，蓋奇帝國派兵登陸月球，幾乎佔領了整個的月球區域和工廠，並不斷地生產武器裝備。反抗者被抓獲並關押在月球的集中營。與此同時，蓋奇帝國正準備向地球發射終極武器 MOA。人們得知此事後，試圖逃離集中營，阻止帝國的野心，並前往終極武器所在的列克塔里斯基地。這款策略模擬遊戲是單線的劇情推动，單人模式下，玩家只能扮演和帝國對抗的聯軍。總共有16張地圖，相當於16個關卡。玩法是傳統的回合制，雙方部隊輪流行動，目標是全滅敵軍或者佔領敵方的基地。操作的界面非常友好，一眼就能看明白，很容易上手。方向鍵控制光標，畫面右側的菜單的4個指令：移動部隊、攻擊、查看部隊的性能和結束該回合。移動的格子是6邊形網絡的形式，所以一個部隊最多和6個其他的部隊相鄰。每個關卡雙方的部隊類型和數量都是提前預設好的，也無法生產單位。藍色的表示我方部隊，綠色的是帝國軍。和當時其他這類軍事題材的策略模擬一樣，作戰的部隊有多種類型，每種有自己的屬性和特點。這部作品裡有戰鬥機、坦克、自走炮、對空車輛、輕型裝甲車、步兵、運輸車和野炮地雷8個類型，總共20多種部隊。這些部隊也具有當時同類遊戲裡常見的特性，像是只有步兵才能佔領建築，火炮類型可以遠程間接攻擊等等。本作的最大特色以及核心的內容在於，除了利用地形的加成，還要結合包圍戰術和支援戰術產生的特殊效果，綜合強化我方的作戰部隊，從而高效地打擊對手。在地圖上，雙方部隊觸發戰鬥後切換畫面，播放戰鬥動畫。每支部隊滿血狀態下有8個單位，攻擊和防禦均可獲得經驗值。經驗值增加後，該作戰部隊的 EXP 下面會呈現五角星的圖案。五角星的數量越多，該部隊的實力也會相應的提升，最高可達8級。包圍效果在一個部隊相鄰多個敵方部隊時生效，支援效果在相鄰多個友軍部隊時生效，再結合不同的地形加成。所有的這些經驗值和附加的效果會在播放戰鬥動畫時，先轉化成畫面底部雙方部隊的攻擊力和防禦力，然後再開始戰鬥。能夠非常直觀地從數值上看到附加效果的影響。遊戲的16個關卡，前面將近一半的關卡是帶有引導性質的，通過這些關卡能夠充分掌握遊戲機制。這樣來看，16關就顯得內容太少。不過沒有關係，首輪通關之後可以進入裡模式，裡模式也有16個關卡，場景地圖和之前一樣，但每關預設的部隊種類和數量都不同了。這款1989年的戰爭模擬作品，由於只在 PCE 的平台上發布，顯得很冷門。同時期同類型的代表有大戰略和任天堂戰爭。大戰略有很多開創性的內容和比較豐富的策略性，但複雜的內容上手門檻較高。任天堂戰爭在大戰略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改進，降低了上手門檻，但也得花時間才能入門。這款月面戰爭的優秀之處就在於極低的入門門檻，同時兼顧了策略的深度。遊戲在開始畫面集成了操作手冊，即便不看手冊直接開始，簡單的交互界面和引導關卡也能輕鬆上手。攻擊和防禦的數值累加一目了然，同時它又有不輸於任天堂戰爭的基本素質。雖然不能生產單位，但預設好的部隊能夠讓玩家專注於利用已有的資源，考慮作戰的策略。裡模式追加的16個關卡也增加了遊戲的耐玩性。總的來說，這是一款被忽視的戰爭策略模擬佳作。